這是全國唯一國寶級別的水神堂，它有一個特點，那就是夏天的豐水期沒水。2025年夏天那會兒，大同下了那麼老多的雨，都沒見它周邊有水。但最近我聽網友反饋說，它在冬天的枯水期反而有水了，這屬實是倒反天罡了。如果你來大同旅行，並恰好路過廣陵縣的話，不妨給它留個半小時，你将在這個地方收穫一份全然不同的旅行體驗。大家好，我是徐工，這次一定點關注，下次旅行不迷路啊！我目前在這個地方是山西省大同市廣陵縣的廣陵水神堂啊，一會兒我們來好好的逛一逛這兒。我是2025年7月去的，當時在大同旅居避暑，正好來這邊瞅瞅。水神堂是免費參觀的，直接進門就可以了。它這個院子的門外還有一些200年以上的老樹，很快我們就走到了院子的门口。院子的牌匾上寫的是小方湖3個字。我們能從航拍视角發現，它位于一個天然的湖心島上，本身山勢如湖。此外，它的這個名字與蓬萊仙島中的大方湖是呼應的，暗指其景致可以和仙境媲美。不過這個地面是石頭鋪的，處處都是凸凹不平，所以走路一定要小心。大門的右側有一個藏在回廊入口的大鐵鐘，這是明嘉靖年間的古鐘，與它對稱的位置則藏着一面大鼓，這就是面積有限版的晨鐘木鼓。而回廊的兩側則是水神堂的壁畫了。當我們登上來之後，就從小方湖的後邊看到了水神堂的匾額。這邊的梁架結構比較簡單，不過它這個荷葉墩還是挺有造型的。現在我們走進水神堂的第一進院落，它的右手邊就是一座高塔，它就是廣陵水神堂的凌英寶塔。此塔始建於清乾隆年間，是一座磚仿木結構的7層六角形實心塔，所以我們在塔身上看到的隔扇門其實都是气氛組，裡邊是根本進不去的。高處的門也是如此，但它的觀感還可以，因為下層每個窗戶上的鏤空花紋都是各不相同的。看完塔之後，我們來到中间的聖母殿，此殿面阔3間，屋頂為單檐悬山頂，屋頂上有3個黃色琉璃方聖。而屋脊的盡頭則還有一小組脊獸，但是以綠色琉璃瓦為主了。內中供奉的神靈則是九江聖母，這是一位掌管河流湖泊的神靈，傳說曾為華夏引來9條江河之水，所以得名九江聖母，並在山西、河北等地被廣泛祭祀。殿內的梁架上也有熟悉的精美荷葉墩，看來這便是此處建築的特色。兩側壁畫則分別為聖母降雨圖以及回宮圖。它的後半側是一個連體的觀音殿，正面3尊塑像為觀音、文殊和普賢3位菩薩，左右2側山牆上則是18羅漢的塑像。如果抬頭還能看到唐僧師徒4人的塑像，另一邊則是濟公以及一尊坐佛，一個掃地僧。出門之後發現已經走完中軸線了，院就這麼小。現在我們回到第一进院落，穿過月洞門去側面看看，走近了發現月洞門上還有墨池2個字兒。走進來之後，第一眼先發現一處碑廊，這邊有清雍正年間的神水堂碑，有半塊清同治年間的残碑，其中的大碑是一塊中華民國的贊碑，此外還有一塊1991年的古碑。然後我們來看這一邊的古建築，這是一座百公祠，上邊寫着百公始祖，裡邊一共有3尊主塑像，中間那尊是太上老君，左右2側分別為范蠡和魯班。因為老君燒爐子，所以他被鐵匠奉為祖師，是不是有點反常識？室內進深4傳，梁架結構不複雜，但荷葉墩的花樣又換了一個。兩側牆壁上的壁畫則是明清的生活實景，素有廣陵清明上河圖之稱。現在我們來到大殿的另一側，走進這座方形小門，這邊有一座2層的文昌閣，現場展牌說它始建於清乾隆年間。而它牆上鑲的乾隆碑也確實能證明這一點，但它無法解釋這塊清雍正年間的於多烏絲匾是怎麼來的。內中供奉的主神當然是文昌帝君了，管的就是人間功名。兩側的人則是天龍地雅，2人一個掌管大印，另一個掌管錄用簿冊，這才是能知者不能言，能言者不能知。文昌閣的側面則是一個關閉的遊客服務中心。至此我們就逛完了廣陵水神堂。當時這下邊沒水這件事兒正常嗎？它肯定不正常。而且我在和一些廣陵人做了初步的了解之後，就發現了一些更不正常的事情。以前的廣陵水神堂附近根本就是不缺水的，
它這邊有很多的泉眼，長期往外冒水，自然不可能缺水。各位可以想象一下，如果外邊那一圈乾燥的護城河被灌滿了清水之後，那該是一種怎麼樣的風景？反正肯定比現在要強得多。之所以现在会出现沒水的情況，完全是因為10多年前某次人為的施工破壞了地下水系，導致這水神堂的周邊變成了一副缺水的樣子。至於粉絲反饋的冬天又有水的這件事兒，多半是引入了人工水，因為想要修復地下水系這件事兒是沒那麼簡單的。在時代發展的過程中，很多舊問題會得到解決，但也會催生很多新問題。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問題要解決，而這個不斷解決問題並不斷螺旋上升的過程，那便是我們這一路走來的歷史。看到這裡的朋友，歡迎點讚、收藏、加關注，和徐公一起讀城，一起旅行。